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权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由于我的职业的关系啊，有时我去到一些社交场合的时候，大家呢都会要求我去看一下他的八字、他的命格是怎样的一个情况。那我通常会比较少做这种所谓的速读，因为在我的咨询里面我通常都是比较详细的去分析过后，才给出一些比较适当的建议给我的客户。但是因为这个情况的要求，我也被问了很多次，所以呢，久而久之我也开始有了一套的方法去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啦。所以今天这个视频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很简单、很快速的一个方法是如何做的。如果你对八字的分析有兴趣的话，我觉得这个视频呢是一个很好的入门。我记得第一次拿到我自己本身的八字的时候，我是一头雾水，完全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下手啦。那这个视频呢，就希望可以给你一个入门，就可以快速的知道要从哪里开始，然后你可以怎样的继续深入的研究，或者继续深入的一个分析。那以下呢，就是我的5大步骤去快速解读一个人的八字。首先第一步，当然你就要导出你的命盘啦。在我的视频的资讯栏下面，我已经有放了我常用的这个导出命盘的工具，你们只要注册一个免费的户口，你们就可以无限的导出你们自己的八字命盘，或者你们的家人、朋友，任何人的八字，你都可以导出来啦。那当然不同的软件，他们所提供的一些讯息或者一些分析会有一些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去除掉那一些额外的功能以外，我们只要看到那个最核心的八字。在以前呢，我们还需要去慢慢的去排这个命盘出来，但是因为现在已经有科技了，所以这个问题呢也被解决了。所以对我而言我觉得要如何去解读会重要过怎样去导出这个命盘。那所以这个第一步呢，你们就不要再去伤脑筋，不要让自己烦恼，你们就直接用一个软件去帮你们导出你自己的命盘。那如果大家不知道自己的八字命盘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格式，我这里会放一些例子给你们看，就是它可以看到有8个格子或者8个字这样子。OK， 好，这是第一步。那第二步呢，你就要找出自己的日主，我们英文叫 Day Master。那这个日主到底在哪里呢？你就要看年、月、日、时的那个日。OK， 日。那日这个地方呢，你会看到有上面跟下面。那我们要用的是上面的这个部分。那这个上面呢，它可以有10个可能性：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你的日主。那我在快速要分析一个人的八字的时候我最喜欢用的就是这个日主，因为这个日主呢，通常就是代表这个人的一个核心，这个核心的性格、核心的一个特质。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人的一个根基。这10个日主呢，各自有自己的一个特性或者一个性格，那个人的一些本质10之8九都会围绕在这个日主上面。那当然有时候一些特殊的情况，就是说他们的日主可能已经被隐藏了，或者他们跟自己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性格有一种脱离，就是有时候人会觉得我们是这个样子，但是八字呢是可以让你知道其实你本身的一个样子是怎样。而且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有趣的，你可以导出更多你的家人朋友的八字，然后你只是专注在这个日主的部分，然后你去看他们本身是不是有这个日主的一些特质。当你看的越多，你分析到越多的话，你开始有自己一点心得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容易的了解到这个10个日主他们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啦。好，这是第2步。那第3个步骤呢，我们就可以再深入一点点，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八字是有年、月、日、时，我们有4个柱子。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那通常我针对对方问我的一个问题，他们可能想了解的是自己的事业，或者自己的感情，或者一些投资，或者可能是他的一些
孩子的问题，我会去找出相对应的那个位置来做一个快速的解读。举一个例子啊，如果我们是要找到事业的话，其实我们主要是会用月柱 ，OK， 就是你的出生的月份。那这里呢，我就列出了这4个柱子啊，它们分别代表你人生的哪一个部分。年柱呢，是你的社交圈子，你的朋友，就是你最外面、最表层的一个样子。那月柱呢，代表的是你的事业、你的生意，就是说你花最多时间在努力的，你每一天花最多时间在做的一个事情，就是你的事业。那可能你本身是家庭主妇的话，这样其实你的事业就是在家，你的家庭主妇的这个身份啊，就是在家，所以你也是看这个月柱。那感情的部分呢，我们就会看日柱的下面 ，OK。我们上面是你的日主嘛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，那下面呢其实是你的感情的部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这个感情啊，就是跟你最接近的，跟你最靠近的，甚至啊，你找的伴侣，其实很多时候呢，就是反映了你自己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呢，这个感情啊会在这里啦。那最后一个部分呢，时柱代表的是你内心的驱动力，或者你的内心的一个热忱。那同时也代表你的孩子、你的下属，或者甚至你的投资。总之呢，它就是属于你的东西，就是它比你下阶一点的，它是受你控制的，或者受你管理的一个东西啦。所以在一个快速解读的情况的时候啊，我就要先了解他想懂什么呢？因为我不可能解读完所有东西嘛，所以我在通过日主过后，我们给了一些简单的一些介绍。了解一点基本的特质过后，那我就会问他，你想懂的是什么呢？是事业、感情、家庭、孩子，还是什么 ？OK， 那我就会针对他要的东西去找相对应的那个柱子，然后做一个解读。好，这是第3个步骤。那第4个呢，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的一个部分呢，其实就是他们很常问，我今年的运势如何啊？我今年是不是有财运啊？有没有桃花运啊？我今年好不好啊？还是很糟糕 ？OK， 所以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就来到流年运势的部分。我也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解读方法啦。我相信大家呢都已经有看了，在今年年头的时候所拍的12生肖的运程，就是for这个甲辰年，就2024年的一个生肖运程的视频。那很多人就会问啊，其实我要怎么看我的八字的4个生肖？因为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视频的话，我都会说，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有4个生肖。那不同的生肖出现在不同的地方的时候，它代表的意思也不一样。那我们结合刚才那个4个柱子，你可以看到呢，年有它的生肖。OK， 这是大家最熟悉的，好像我说我是属马的，我属龙的，大家是最熟悉的这个部分。那其实呢，你出生的那个月份也是有一个生肖，你出生那一天也是有，你出生的那个时间段也是有一个生肖。OK， 那你结合刚才那个部分呢，就是说，如果是年的话，你是属龙的，所以它影响的就是说你的社交圈子，你要去看龙的那个运势是怎样。OK， 它影响的是你的社交圈子。那月份呢，代表的是你的事业。如果你是出生在举例2月份的话，你就是属虎的。如果你想了解你的事业在今年的一个情况的话，你其实要去看虎，就是老虎的一个运势。那今年大家都知道老虎其实是不错的，所以你就可以说，你今年的这个事业运啊，其实还蛮不错的。那如果是感情的话，我们就要看他出生的那一天，他下面的生肖是什么，然后你们就去看那个对应的生肖是什么了，然后你就可以比较理解，那你今年的这个运势是如何。那大家可能会觉得，哇，那不是很复杂吗？不是很多讯息吗？对，其实我们在分析八字的时候，就是我们是一层一层的叠进的，就是说你先从最基础的开始，然后你是每个这样子叠加下去，所以你就会得出一个比较全面，甚至有时候会比较复杂一点的一个分析啦。因为我相信啊，大家有时候会听到这些生肖运程的东西都不准，或者都是听听就好，就是听爽就好。OK，
那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方法用错了，因为如果大家只是看年的话，的确会过度的简单化你一年的一个情况。那有些人啊，在某一年里面，他的事业特别好 ，OK， 就是他可能事业的运势特别好，但是呢，他感情啊就会变得很糟糕。所以不是说你属龙的话，就是说如果是龙就是太岁，这样你整年就是你所有的部分都是受这个太岁影响。你要看的是这个龙太岁影响的只是你的社交圈子，就是说如果你出生在龙年的话，那你事业的话，你就找出相对应的那个生肖是什么。那感情的你就看那个日的生肖是什么。那你想看你的孩子、你的投资、你的下属，或者怎样影响你的内心世界的话，你就要看这个时啦。虽然这个视频是讲快速的分析，但后来好像发现有点太长了。就是说，其实因为八字啊，它就是一个很容易学的一个系统，但是呢，它分析下去的时候，它会变得越来越全面，越来越有趣。那我喜欢八字的一个理由啊，也是因为这样子啦，就是说它不是这么的表面，不是这么的简单化，因为它是可以不断的去叠加，然后变得更加的多讯息出来。好，这是第4个部分啦。那最后一个呢，还有什么呢？那我相信大家之前啊有看过我一个视频啊，应该是叫如何找你的贵人。OK， 那如果你有看过那个视频的话，你也是可以把那个讯息带进来。你可以看他的八字里面是不是有那些贵人的生肖。如果他贵人出现在月份的话，你可以说，你的事业方面很容易遇到贵人，所以你要比较愿意打开你的心房，去接受别人的一些建议，别人的一些帮忙啦。那甚至啊，如果你可以懂你怎样找桃花，怎样找文昌，怎么找驿马的话，你也是可以把这些讯息呢放进去这个八字的分析里面。你可以说 ，OK， 你今年其实走的是桃花年，所以你呢在今年啊可能会比较容易遇到一个对象，或者你个人的魅力啊会被提升。所以呢，你要多让自己去走动，多见一些朋友或者一些陌生人，跟他们结交一个新的朋友关系，那你很有可能呢就会找到你的理想伴侣啦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5个步骤啊，我如何去快速解读一个人的八字啦。那当然啦，我们再继续深入去做这个八字分析的话，我们永远可以加入就是10个天干。OK， 然后12个地支互相的关系，然后你再加入食神。有人会说，为什么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忽略掉？如果没有这话，怎么可以是一个八字分析 ？OK， 甚至有人会说，你又忽略了什么身强、身弱、用神、忌神这些所有东西啦。OK， 我是觉得，如果你懂的话，当然可以加进去。我只是想让大家有一个很简单、快速入门的一个方法，去先搞懂一些基础的八字是如何运作的。那当你不断的去深入研究、去深入学习的时候啊，你绝对可以把你所懂的东西慢慢叠加上去，那你就会得出一个更全面的一个分析啦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视频啊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。不知道大家对这样子的一个教学视频有兴趣吗？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留言让我知道啦。然后也记得点赞，还有分享给你的家人朋友。那这一期视频呢就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视频见，拜拜。